各位好，今天花点时间做一期节目就是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想跟大家互动一下。我选了3位观众的评论我想拿出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因为我个人觉得这3个评论呢都是蛮具有典型性的或者你直白一点说吧，就是点到了我想聊的那个点上面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在这个分享开始之前呢，想先跟大家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出来我这个摄像机换了一下，因为原来我用的是这个索尼的 ZV-1，那现在呢，我把 ZV-1降格成一个让我专门可以给大家去拍摄实操画面的一个视角，然后呢，把这个主摄呢换成了大疆的 Osmo Pocket 3，那这样一换呢，直接带来的一个观感上的变化，就是因为 Pocket 3是大广角，我在想说要说超广角还是大广角还是广角，他说广角绝对有点就是保守了，因为它比普通意义上的广角还要广，它的定位其实就是一个拍 vlog 的相机嘛，所以我也经常拿它去拍一些 vlog 的内容。但是像咱们这样的一种口播的形式呢，我觉得它不太适合。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会让人变形的比较严重，所以大家看到现在的这个画面，其实我已经通过一些畸变的滤镜把它调整过了。但我个人我自己看自己，目前我还是认为，比如说你们可以看我这个手势就会觉得我的手还是偏大。我如果没有手没拍进来还好，但是如果我一拿出来你就会觉得一个大手放在上面。所以这个也是刚一开始我就没有选择它作为主摄的原因虽然它的影像素质各方面都是蛮好的。那当然了，由于我是一镜到底嘛，所以说这个仍然体现不出它的那个4K 的高画质，因为我还是用这个，甚至我连这个采集卡都没有，我直接是把 Pocket 3作为电脑的摄像头在使用。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分辨率最高就只能达到 1080P， 那我录制的格式是 1080P60也就是我能够达到我的设备极限了虽然我个人认为我这个节目视觉上有多么的清晰其实实在是不重要，但是毕竟也是有热心的观众朋友们说希望能够看我这张大脸，是吧？所以我就尽我所能，我只能说尽我所能如果大家对今天这期节目的这种画面有什么想吐槽的我非常欢迎各位尽情的吐槽尽情的吐槽。那今天用不到的一个第二视角，也希望跟大家先显摆一下比如说下次我再给大家去演示什么手机的功能，我就不用再这个样子了，而是我可以直接切到一个新的视角。那用这样的方式呢，就是去操作，应该大家看起来会更舒适一些吧比那个就这么来还是要专业一点的在现在这个画面，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畸变比较严重了。虽然我调过了，是吧？这个手机已经不是方方正正的了嘛，但大疆这个对焦还是可以的然后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就是之前的主摄用索尼 ZV-1 拍摄下来的，我把它变焦变到了最长焦端所以我想，如果你在 YouTube 上把画质调到最高一档的话，因为最高应该是1080了，之前都是720现在我升到1080之后，大家看这个画面应该是没问题的。我可以给大家打开一个设置看一看，对吧？文字应该都能看得清，包括操作应该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所以之后的视频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当然我个人来讲还是期待各位能够在本期视频下面加一些关于我这个改变的一些评论，让我知道我这样的一个变化是不是让你开心还是让你不开心了当然我想大部分对于这个变化应该是说不重要好，
闲言碎语又聊了大概3、4分钟，我们现在正式进入到主题啊。今天想聊3个观众的留言。第一位啊是说，如果在大陆使用购买台版，会不会在生产力方面有优势？信息安全和隐私性上会不会强？这个评论呢，我干脆在下面就没有直接回复他啊，我直接回复了，就是说我做一期节目来聊这件事儿。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有2个原因。第一个，你如果在中国大陆买台版的话，你说生产力上面会不会有优势呢？我实在是想不到，因为如果把它做生产力呢，只要你是 iPhone，你只要不会过分到把它的一个摄像头给阉割了啊，那我想，作为生产力应该是都一样的，没有什么。你说用中国大陆版的、跟台版的和美版的，不管你用什么版的啊，那你做生产力的工具应该都是一样的吧？除非您的这个生产力会用到 eSIM 这种功能，或者你在做生产力的时候会用到 FaceTime 音频，但我想这种交流。人际交流上面的东西，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不算在生产力里面啊。生产力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说拍照片啊、拍视频、做这个剪辑，或者说你做设计，或者你玩人工智能等等，其实这些东西，它不太因为你是哪个国家或地区的版本而有什么差异啊。所以你说这个不管是台版还是中国大陆版，还是任何什么地方的版啊，如果我理解您的信息没错的话，那么我认为生产力方面是大家是平等的啊，就是完全划等号的，没有什么高下之分。那第2个问题就可以深入点聊了，就说你说信息安全和隐私性上会不会强？这个东西呢，我先说是一个玄学，我只配在这里跟大家像聊天一样去聊一聊我个人的一些猜测，就拍脑袋一想的东西啊。你可信可不信，咱们就随便聊这个事儿哈。首先我觉得在安全性方面，不管你用中国大陆版还是用海外版本，安全性方面，只要你是 iPhone， 应该也是划等号的啊，应该也是划等号的。而我理解的，大家大部分所说的安全性上面的顾虑就是个人隐私嘛。那么，如果你顾虑的是个人隐私的话，其实和你是否使用这个中国大陆行货的硬件或者海外版的硬件，我个人认为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最主要的关系在于2个方面，一个是你的 Apple ID 是哪个国家或地区的，所以这2个东西大家一定要区分开。也就是说，你到底这个手机的硬件，它针对的这个销售的区域到底是哪个区域啊？硬件上本身会有不同，你也不用抬杠说有些内容其实不是硬件，是软件阉割，这个咱们就把硬件去泛指一下啊。但凡你不越狱，只能通过更换不同版本的手机才能实现的功能，我们把它统称为硬件啊。那这个硬件上关于个人隐私方面，其实差别真的不大，我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我总觉得可以相当于没差别，你可以这么理解，起码我是这么理解的。而你用的是什么 Apple ID， 这个差别我觉得相比于硬件要大很多。也就是说，哪怕你用的中国大陆行货的 iPhone， 我们有很多这个国人移居到国外生活的时候，他都是带着中国大陆行货的 iPhone 出国的。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你说隐私方面，它跟你在海外买一个当地的海外版本，我个人认为是完全等同的，没有什么差别。唯一的差别是你的 Apple ID 有没有因为你更换了一个国家居住而去改变 Apple ID 的国家或地区。
这个对你是有差别的。那这个差别其实说白了就是你的个人隐私的数据到底是不是存储在云上贵州的服务器，还是存储在全球的服务器的差别。因为云上贵州是否安全我不好说了啊，因为我反复我在这个留言评论里面我也在回复说，理论上即便是云上贵州中国大陆特供版本，那么它也是符合 Apple 的安全机制的。你即便是用了中国大陆地区的 Apple ID， 你所有的数据保存在云上贵州，你如果真的不放心，你打开高级数据保护，我个人真的认为没问题，这个隐私应该是没问题的。当然也有一些留言在下面说什么啊，只要是云上贵州就是怎么样，好像说的他知道一些更内部的消息或者小道消息一样，那这个我就不予置评了。那我只是说我个人认为是没问题的啊。但是你一定说这个有差别吗？它确实也是有差别，人家名字就不一样嘛，网址都不一样嘛，一个是 iCloud.com， 一个是 iCloud.com.cn， 甚至这两个网站你点进去之后，它的 Apple ID 登录都不一样的。你像原来我用国区的这个ID， 我想登录网页版的 iCloud， 我打开一个网址，我输入 iCloud.com， 然后我输入我的 ID 跟密码之后，它不说密码错，它直接蹦出来一个提示。大概意思就是说，你这个 ID 是不属于 iCloud.com 的，你要到 iCloud.com.cn 才能去登录，然后它会自动帮你把网页重回跳回到 iCloud.com.cn， 然后你会看到很硕大的几个云上贵州几个字，然后你再登录一遍刚才一模一样的 ID 跟密码，你才能够登得进去。那虽然都是中文界面，它的差别只不过是有没有云上贵州这4个字而已。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整个的数据在中国大陆地区跟在中国大陆之外，其实它是完全隔离的，完全分开的。那你说在中国大陆地区之内的，它是不是就有安全隐患？我还是那句话，我个人认为不会。但是就是你如果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差别，这是一个问题，那我觉得你把它当成一个问题，我也不予置评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关于隐私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跟你是否购买海外版的 iPhone 或者是台版、日版、港版、美版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啊，这我个人认为。当然我如果忽略了，大家在留言下面再提醒我啊，我再做节目去给大家做补充。那还有一个有关系的，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意识到，如果您特别在意自己的隐私的话，我在其中的一个帖子上面我截了一个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那次，你如果没有看过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往前去看一看。我发了一个帖子在 YouTube 上，我的频道上面，是我对一个观众的这个评论的截图。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如果非常在意自己的隐私，那么最好的方法是你能够生活在一个就是普遍在意隐私的大环境下当中，这样呢，你的隐私才会真正的被保护起来。那如果你只是你这个个体，只是你这个个体比较在意隐私，或者只有少数的一个大环境的这么多人当中，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在意隐私，而绝大部分的人都不在意的话，那么我不能说你在意这个隐私没有用，肯定是有用的，但是很多时候你迫于无奈，你也只能开放自己的隐私。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哪位您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你能跟我说你从今天开始不用微信的？谁敢这么说？你只要不敢这么说，你就别跟我说你在意隐私，在意的多么的彻底。那这句话我说的有点过，但是我并不是说在意隐私不对，而是说您越是在意隐私，您越要擦亮眼睛，看清这个隐私到底该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你得彻底把它整明白才行。举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之前讲到用 Apple 登录的这个案例，我讲的时候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也是观众留言提醒我才意识到啊，原来在中国大陆我们也有用 Apple 登录这个功能，很多中国的国产 App 它也支持用 Apple 登录这个功能。
但是你就会发现，只要你用 Apple 登录这个功能去登录这款国产 App， 在你登录成功之后，你要想使用这个软件，它必须多一个步骤，就是你要再次的输入你的中国大陆地区的手机号码，并且通过你输入的手机还要给你发个验证码，你验证码输进去也输对了，你才能继续使用这款软件。那就有观众留言就说你既然还有这一步，你前面那个用 Apple 登录不是白搭吗？不能说完全白搭，因为你下次再次需要登录同一款软件的时候，你可以通过用 Apple 登录点一下那个按钮，你就直接登录进去，你也不用记那么多密码乱七八糟，就是方便性上面还是有一丢丢的帮助的。但是确实最重要的就是保护用户的隐私这一块，那他如果这么玩的话，你即便用 Apple 登录你也没啥了，因为你只要输入你真实的手机号码，那相当于在中国大陆地区啊，那就相当于实名认证了嘛，那就相当于你干什么他都知道是谁干的了嘛，那就直接对口到人了嘛。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中国的法律法规，但是这样的方式就等于说是绕过了用 Apple 登录的这种隐私保护的机制只是方便一下。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理解这个啊？但是我录的那期视频的时候，我为什么忘了这一点？因为毕竟也是现在并不是生活在中国大陆了嘛，所以我用的一些常用软件也是我的居住地的当地的软件，其实它都不会这个样子。但是这位观众一提醒，我突然就意识到了之前在国内生活的这些时候用过的这些国内的软件确实是这样，即便你用 Apple 登录，它还是需要你输入你的手机号码。那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那就算我特别在意隐私，我只要能用 Apple 登录就用 Apple 登录，但是你会发现这款国产的软件，你即便用 Apple 登录了之后，它还要给你附加一个步骤，还要问你的手机号码，还要给你实名认证。那其实这个Apple 登录的隐私保护对你来说是完全没有用的。那你说我就是特别在意隐私，那我该怎么办呢？那你要问我的话，我真的很抱歉，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您别用这个软件，看看有没有替代品。这就没办法。所以其实我觉得隐私保护这么说吧，因为我的观众大部分是中文的观众嘛，那中文的观众基本上我相信还是有大部分是生活在中国大陆地区的。那如果你身处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你个人呢又是非常在意个人隐私的话，那我只能说您就像您要科学上网一样的，您在中国大陆你怎么看到我这节目的呢？对吧？那就是付出更多的成本嘛。就你这一点那一点，你的成本就会越来越高。那同样的，如果你又想在意自己的隐私的话，那你就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有一些看似很方便的 App， 你就不能用，你就要做一些很艰难的取舍。到底是为了方便献出自己的隐私，还是说我就是要保护自己的隐私，我就宁可不图方便啊？就像其实疫情之后，我在我离职之前，疫情之后，有很多的顾客来我们店里，我就发现开始用现金了。其实这就是在隐私保护和方便性当中的一种取舍。虽然中国是公认的移动支付最发达的一个国家，但是有这种反骨的现象发生，是吧？所以我相信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就好啊。好，那第二个我们想聊的是，有观众留言说，根据 App 的使用习惯，频次分为高中低，把高频放首页，中频放次页，低频卸载安装在备用机，如此操作把63个 App 压缩到41个，减少 App 数量和安装付费 App， 可大大减少信息干扰。对于
这种管理 App 的方式啊，其实我有一些保留意见哈。当然你前半部分说把这个使用频次按照高中低去分类，这无疑是一种分类方式，这个我觉得无可厚非。就像有些人喜欢用音序分类，有些人喜欢用 App 的不同色彩分类，有一屏全是红色的 App， 一屏全是蓝色的 App， 一屏全是绿色的 App。然后还有人喜欢，就像也有你说的这样的，喜欢用频次来分类的。这个每个人按照自己的使用习惯去分，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那当然，还有一种就是我之前的几期视频当中跟大家聊到的，您可以使用 App 资源库的方式，因为大家知道一个 App 资源库就可以实现2种分类方式，一种是按照音序来分，还有一种是按照频次来分，其实是3种，还有第3种就是按照类别来分。所以我为什么自己在用，也给大家推尽量用 App 资源库加搜索这2种方式，保持一个屏幕的方式来去使用，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你觉得不习惯，这个非常的正常。就像这位观众留言说的，您就按照您说的这种，把高频的放第1屏，中频放第2屏，这个低频的就直接删掉，就完全没有问题，就是绝对是正确啊，绝对正确，一点都不错。那我想补充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像您说那样把低频的 App 都卸载了，或者装到备用机里面，那么从我个人的使用角度，我会觉得会增加你这个使用成本。难道您备用机也是一直都带着吗？我不知道各位手机都装在哪里啊。我现在是觉得，你就让我身上只带1部手机，我都觉得有点烦了。很多时候，我想只带 Apple Watch， 只带手表，我都不想带手机。如果是我也尝试过，原来在国内的时候，出于各种原因考虑，我也尝试过，因为你知道我有一个演示机，就是这个美版开卡槽的这个，槽呢啊被手挡住了，美版开卡槽的这个。可以给你们用第2视角看一下，清晰的看一下我这个卡槽哈。看到吗？这个卡槽就是我们在就是私自开的，某工厂开的吧，你可以这么理解，不是原配的卡槽。但是我觉得它这个私人作坊开出来的工艺还是不错的。我这个是美版啊，给大家看一下，它是有这个毫米波天线的，看到吧？这个我觉得再出手就不值钱了，这款手机。所以当时的备用机嘛，我就现在给大家当成这个演示机来用一用啊，我觉得也挺好的，发挥余热。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我是挺讨厌备用机这件事情的。我其实一点都不喜欢备用机，但凡有希望有可能，我都不想用备用机。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些分享啊。所以如果都放到备用机，我觉得你的使用成本就会上升，不方便。这个就像你把照片单独备份在某一个移动硬盘里面藏起来，那我觉得你这些照片就相当于没拍。就像我讲照片 App 那一集，如果你没听过的话，你可以翻回去听听看我讲照片 App 的那一集。那就算你这么做了，后面的结论是说，减少 App 的数量和安装付费 App 可大大减少信息干扰。这个呢，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您装的 App 的多与少和信息干扰的多与少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有直接关系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用好 iPhone 的通知管理就好了。你可以回去看一下我讲 iPhone 的通知中心那一个节目。我觉得这一方面我们做用户来讲还是可以做到平衡的，就2个都可以有。如果我只是为了减少干扰，然后减少信息干扰，那么我就不敢去下载更多的 App。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个人不太赞同的思考方向。我觉得比较赞同的思考方向是，你可以任意的下载各种各样的 App， 你下载多少都没有限制，只要你用得着，哪怕你1年用得着1次，或者你10年用得着1次，你就把它下载下来也没问题。因为 iPhone 自己有那种就是节省空间的功能，把长时间不用的 App 先给你
卸载掉，然后但是留一个云图标在那儿，因为你可能1年都不用一次嘛，等你用的时候稍等个几秒钟再下载下来，它是有这个功能的。我们后面可能也不太会聊到这个功能了，iCloud 已经做完了啊。那么像这种就是它是以你的使用为优先考量。那么如果你觉得下载 app 太多会带来更多的信息干扰的话，其实你可以把它的通知关掉嘛。你把这个 app 的通知全部关掉或者部分的关掉，其实跟你卸载这个 app 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啊。所以说再加上如果放到我的话，你让我说嘿，拿出1个小时或者拿出若干单位的时间，你去把你 iPhone 里面的那6、7屏、10几屏的 app 去分类啊，分成高中低频，然后去放，就这事儿我都懒得做，我宁可就不分了，我不想花这个时间。可能也是用 Apple 的产品用了20多年，已经被 Apple 养的已经懒到无可复加啊，所以这个不见得是好事儿哈。但是我觉得科技的发展有一个剑走偏锋的视角，就是科技越发展人就越懒嘛。你也可以说为什么人类发明这么多的科技， iPhone 有这么多的功能，其实本质都是为了让你能更懒啊。如果大家都是以越勤快越好，那不就不用研究这么多新功能了啊。所以说这个是我的一些小小的看法啊，跟大家去简单的聊一聊。好，第3个我想跟大家聊的顾客评论是这样的，他说这个 PC 已经成习惯，好些个互交逻辑呢与 Apple 完全不一样。视频连续听下来，感受到 Apple 更像傻瓜式把技术都给隐藏起来，很容易上手，但是要完全掌握实属不易。好些原理技术如果不听 Up 视频详细讲解，可能自己很难真正理解。然后后面他说这种 app 只保存1页，加副屏加资源库，试着用 Apple 互交逻辑还是有点不适应，等一段时间等等等等等。但这个第2段其实是他自己的一些使用感受了啊。首先特别感谢这位观众啊，就是您是看得出来您是真正认真的听了并且消化了我讲的内容，还在自己做尝试，这个让我非常的感动啊。所以我要把这个留言拿出来单独跟大家再去聊一聊啊。我们先聊点简单的，就是您说的第2段，就是用一种新的方式去跟你的设备去互交，你会觉得不适应，这个是一定的。我之前也跟大家某一期节目分享过嘛，我的第1台 Mac 电脑，我从买它到真正的觉得我喜欢它啊，我喜欢用这台电脑。我用了多长时间？我用了超过1年，将近2年的时间。在那最初的1年当中，其实我有一大半的时间我是讨厌它的，我是冷落它，我是把它放在旁边吃灰的啊。那你就可想这个事情，当然现在不会这么长时间了，因为那个时候的 Apple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也没有 Apple Store， 在中国没有，在美国好像才有第1家店啊，因为我用第1台 Mac 是2000年嘛，第1家 Apple Store 应该在美国开业是2001年，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反正就是2000年前后。这个不重要啊，这个不重要。所以我为什么说Apple 的产品它哪怕是世界公认的各种好啊，用户体验好，但是我仍然不觉得它是适合所有人的，其实就在这儿。因为改变习惯这个东西它触碰到人性。如果说你一开始是0，从来没接触过电子产品，你一上来就接触 Apple， 这个是完全没问题。但是我们遇到更多的案例是您已经接触了超长时间的随便一抓一把的就是超过10年的 Windows 用户，或者是这个安卓手机的用户，然后你一上来突然变成一个 Apple 的用户，这个时候你要付出的改变习惯的成本，其实实话实说挺高的。
能改过来的人，我觉得都挺不一般的。那我不是说改不过来的人有什么不好啊，这个只是另一个话题。但是，习惯的改变有多困难，这个我是有切身体会的啊，不仅是从用电子产品上，还有其他各种方面的这个切身体会。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我觉得不用强求，产品是为人服务的，改过来就改过来，改不过来拉倒啊，还按原来的去用，你怎么用着开心怎么就好了。学是一方面，但是也要豁达一点，对吧？那么第一段说的这个，我想共鸣一下哈，就是刚才其实也聊到了，这位观众说 Apple 的逻辑和 PC 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Apple 更像傻瓜式把剧组给藏起来更容易上手，这一部分我完全认同。从后面开始就是但要完全掌握实属不易这句话我是认同的啊。你千万别觉得我这是个转折啊，不是转折，我也是认同的。确实要想完全掌握实属不易，但是我想在后面附加一句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一个明明更傻瓜式的一个产品，这个掌握起来反而实属不易了呢？我想聊一下这个话题。那其实就是回归到刚才我讲您第二段的这个内容了，其实就是有一个先入为主在那里，这是一个原因。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说打引号的啊，方便你理解，我就直接说这个词儿了，可能不太好听，但是我为了方便大家快速的 get 到我是什么意思，我就直接说那词儿了啊，就是你可能是半路出家。因为不是我们拿 iPhone 来说啊，如果你是从2007年或者08年的时候，从第一代的 iPhone 买水货越狱开始用的话，然后你一路用下来，我相信，我不是说100%这样的人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啊，但是我相信会好很多。就像我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的 ，Apple 每一次的系统更新，其实都会往里加上百个新功能。可能大的新功能能拿得出手贴到网页上给你大肆宣传的没有上百个，但是如果你仔细查看它的更新日志的话，每一年就每一次的系统更新大版本的更新，多长时间更新一次大版本？1年更新一次，那就是说每一年能够增加100多个甚至200多个新功能。那如果说你3、4年不用的话，这很正常吧？你可能中间有3、4年你去用体验其他品牌了，然后过了3、4年你又回到 iPhone 了，那你刚回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可能跟前面也没太大差别，上手也不会很慢。但是如果你要想运用到像我节目当中讲到的这么多细节的话，我相信绝对是有难度的，因为你中间下车了嘛，就半路出家了嘛。更何况有一些人可能是一直还在用这个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这种功能手机，可能到我甚至见过，就是2020年的时候，还有刚刚抛弃这个功能手机，转向智能手机的用户。那像这样的用户，其实实话实说，他的学习成本是非常高的，他要适应的学习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多的。那正因为是这样，我为什么在前几期节目当中，我不断的在建议各位说，您能尝试新的使用习惯，尽量尝试，尽量让自己去适应。因为如果你现在不适应，到最终有一天他把旧的东西淘汰了，逼你去适应的时候，你会更痛苦。就像很多我在原来工作的时候遇到很多老年的顾客，他为了保护自己内心的那种熟悉的感觉，害怕陌生感嘛，害怕没有掌控感嘛，所以就手机也不换新的，操作系统也不更新，软件也不更新，他就是只要我学会了这个，你就再也别给我变了，我就每天就用这个，能满足我的需求就 OK，别给我来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对吧？有这样的用户的，那这样的用户在短期内是没问题的，但你基本上你就这么用吧。现在这个时代，你用个大概4、5年，甚至保守一点说吧，5、6年，到那个时候，这个时代会逼着你换的，因为你那么长时间不更新，你可能连微信都登不上了。
你的操作系统版本已经老到没有办法下载现在的这个新版本的你必须要用的这个 app 了。那也就是说，你这个机器其实你说坏了没？没坏，但是呢，你只能换掉它。那这个时候你再去换，其实你要承担的痛苦，会是一个我们说不好听的，就是你要去偿还的那种感觉啊。那我相信这个对于一个保守派是更痛苦的一件事情。这个是我最终想表达的一个观点吧。好，那今天虽然只是跟大家聊了3个观众的评论啊，但是由于是有感而发啊，所以视频的时间稍微有点长，所以也感谢您真的能看到现在。有任何的想法跟想说的，也欢迎您继续在本期视频下方留言。我会继续挑选让自己就是心里有感触的一些东西，不定期的去做这样的一期节目来回馈各位啊。之前是达到了每500个订阅去做一期啊，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没啥必要啊，心情好了就做一期啊，让大家开心一下也挺好的，好吧？那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